Android Studio 使用 XML 构建布局。1. 在 Activity 底线 main 点 XML 中，切换到 Split 屏幕视图，以查看 Design Editor 旁边的 XML。在 Design Editor 中，您可以预览界面布局。2. 尝试点击不同的代码行，比如先点击 Constraint Layout 下的某行代码，然后再点击 Text View 下的某行代码。您会注意到 Design Editor 中的相应视图会被选中，反之亦然。例如，如果您在 Design Editor 中点击 Text View， 系统会突出显示相应的 XML。删除 Text View。1. 您现在不需要 Text View， 因此请将其删除。请务必删除从 Text View 到结束标记之间的所有内容。2. 向 Constraint Layout 添加 16dp 的内边距，避免界面被挤到屏幕的边缘。Padding 内边距与 Margin 外边距类似，但它会向 Constraint Layout 的内侧增加空间，而不是在外侧增加空间。添加 Cost of Service 文本字段。1. 查看 Edit Text 文档，并检查示例 XML。找到 Constraint Layout 的起始标记和结束标记之间的空白区域。2. 从文档中复制 XML， 并将其粘贴到您在 Android Studio 中布局内的相应空白区域。3. 请注意 Edit Text 带有红色下划线。将游标指针停在此处，您会看到表明该视图未进行约束的错误。Constraint Layout 的子集需要进行约束，以便布局知道如何整理它们。将这些约束条件添加到 Edit Text， 以将其锚定到副集的左上角。大部分语言从左到右，但某些语言是从右到左书写。因此约束条件使用 Start 和 End， 而不是左和右。检查 Edit Text 属性。找到设置为小老鼠加 ID 斜线 plain 底线 text 底线 input 的 ID 属性。将 ID 属性更改为更合适的名称，小老鼠加 ID 斜线 cost 底线 of 底线 service。此属性设置为 wrap 底线 content， 这意味着它将与其中的内容一样高。此项设置没有问题，因为这里只有一行文本。查看 Layout 底线 width 属性。此属性设置为 match 底线 parent， 但您不能针对 Constraint Layout 的子集设置 match 底线 parent。此外，文本字段不需要那么宽。请将其设置为 160dp 这一固定宽度，这应该足够用户输入服务费用了。注意 Input Type 属性。该属性的值为 text，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屏幕上的字段中输入任意文本字符、字母字符、符号等。但是，您需要用户在 Edit Text 中仅输入数字，因为该字段表示货币价值。清除 text 这个单词，但保留英文引号。开始在该位置输入 number。输入 n 后 ，Android Studio 会显示包含 n 的一系列可能的补全项。选择 number decimal， 这会将输入内容限制为带小数点的数字。还需要进行另外一项更改，因为显示一些提示有助于用户确定应该在这个字段中输入什么内容。将 hint 资产添加到 Edit Text 中，用于描述用户应在此字段中输入什么内容。您会看到 Design Editor 也相应进行了更新。在模拟器中运行您的应用程式，显示的内容应如图所示。添加服务问题。在 Edit Text 标记的结尾斜线大于后，新增一行代码并开始输入小于 Text View。从建议中选择 Text View， 然后 Android Studio 将自动为 Text View 添加 Layout 底线 width 和 Layout 底线 height attribute。对于这两种属性，都选择 wrap 底线 content， 因为您只需要 Text View 与其中的文本内容大小一致。添加 text 属性，将其设置为 How was the service？
以斜线大于结束标记。请注意，在 Design Editor 中 ，Text View 与 Edit Text 重叠了，这样看起来不对，因此您接下来需要针对 Text View 添加约束条件。为 Text View 添加水平约束条件，将它的起始边缘约束为复视图的起始边缘。为 Text View 添加垂直约束条件，将 Text View 的顶部边缘约束为服务费用 View 的底部边缘。在 Text View 上添加资源 ID。稍后，当您添加更多视图，并使其互相约束时，会需要引用此视图。